某天，狐狸猫觉得胃很痛，趴在教室奄奄一息，说：“肚子好痛哦。”善良的黎黎刚好带着胃药，就拿给狐狸猫吃。黎黎担忧地说：“狐狸猫，你还好吗？”狐狸猫虚弱地回答：“不知道是不是吃太多鱼了，我的胃好痛哦。”黎黎拿出胃药给狐狸猫说：“我刚好有胃药，你要不要吃？”狐狸猫感激地说：“谢谢黎黎。”狐狸猫吃了胃药之后，觉得比较舒服了，就拿起药盒看了看胃药的成分，说：“最近认识了很多化合物，来看看胃药的成分，我认不认识吧？”哇，好像是我看过的碱性物质耶！黎黎很惊讶地说：“诶，所以胃药是用碱性的药来缓解胃酸吗？”狐狸猫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样的话，酸加碱应该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吧？我们找小树蛙一起来实验看看吧。”于是他们开始想象，肚子里的胃酸加碱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狐狸猫与黎黎一起设计了简易的酸碱实验。他们准备了2只试管，其中1只试管装入稀盐酸水溶液，另1只装入氢氧化钠水溶液，然后将2只试管中的溶液混合在一起。此时，狐狸猫摸了混合溶液的容器，发现它的温度改变了。狐狸猫惊讶地说：“诶，试管摸起来温温的。”黎黎想了想说：“这代表酸加碱后，溶液会放出热量，让温度上升吗？”狐狸猫又接着说：“不过，刚刚我们把氢氧化钠跟盐酸混合后，观察到了温度变化。可是这是实验室才有的溶液，我们用生活中的酸跟碱，也可以观察到一样的现象吗？”小树蛙点点头说：“应该可以。我们一起来想想看，生活中的酸跟碱有哪些呢？”狐狸猫想了一下说：“我们生活中可以取得的酸有醋酸、柠檬汁，还有扫厕所用的盐酸，而生活中的碱有小苏打和刚刚黎黎给我的胃药。”小树蛙听完后说：“好，那我们就先用盐酸跟胃药来模拟看看胃里的情况吧。”狐狸猫在烧杯中加入盐酸水溶液，接着把胃药加进去后，开始观察。此时，狐狸猫用温度计测量混合溶液，发现温度上升，接着又摸了摸混合溶液的容器，发现它的温度也改变了。小树蛙又说：“接下来我们试试看不同溶液的组合会怎么样吧。”狐狸猫依序将小苏打和胃药加进了醋酸、柠檬汁还有盐酸当中，接着观察它们的反应。狐狸猫发现，如果把盐酸换成醋酸，并将小苏打加入后，一样可以观察到温度上升，只是温度上升幅度很小，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容器的温度变化。接下来，请你跟着狐狸猫一起思考下面的问题。狐狸猫看着混合后的溶液，疑惑地说：“那酸加碱之后，会有什么新的产物吗？我只有看到透明的液体而已耶。”黎黎想了想，说：“还是因为产物溶在水里了，所以我们才看不到呢。”狐狸猫马上接着说：“那我们就想办法把水蒸发掉吧。”小树蛙听完2人的对话后说：“好，我们一起来实验看看吧。”于是他们便把混合的溶液倒入蒸发皿里面加热，等水分蒸发以后，就可以看到白色的结晶了。狐狸猫很惊讶地说：“这个白色结晶看起来好像盐巴哦，难道酸碱溶液混合出来的溶液蒸发后都会有结晶生成吗？”狐狸猫马上把醋酸加小苏打、柠檬汁加小苏打，还有盐酸加小苏打的溶液都进行加热，发现也同样都生成了白色结晶。黎黎疑惑地问：“小树蛙，你知道这些结晶是什么吗？它们是一样的东西吗？”小树蛙回答：“这些白色的结晶是酸碱中和后产生出来的物质，我们称为盐类。
不同的酸碱溶液混合后产生的盐类也会不同哦。狐狸猫接着问小树蛙，它长得好像食盐哦，难道盐类就是食盐吗？小树蛙回答说，应该要说食盐是盐类的一种才对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常用的小苏打也是盐类哦，还有之前介绍过有的盐类也都属于电解质的一种。至于什么酸遇上什么碱会产生出哪一种盐类，我们下次再来仔细讨论吧。狐狸猫开心地说，好啊好啊，我快等不及下次实验了。接下来请你跟着狐狸猫一起想想看下列的问题。狐狸猫好奇地问，那我们日常生活中除了胃痛吃胃药之外，还有哪些酸碱中和的例子吗？小树蛙回答，当然有啊。跟你们说个烘焙秘诀，有些面包师傅会在做面包时加入小苏打跟优格，其实就是应用这个原理哦。狐狸猫很惊讶地说，我第一次知道会加优格，不是都加牛奶吗？小树蛙接着说，加牛奶也是一样的，牛奶是弱酸性，酸性物质碰到小苏打就会产生酸碱中和，放出热量，可以让面团发酵得更好。而且小苏打遇到酸后产生的二氧化碳也可以让面团更蓬松哦。狐狸猫恍然大悟说，原来如此，我以后都会记得烘焙时不能只加小苏打，也要加优格或牛奶。小树蛙点了点头，继续说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也是酸碱中和的应用哦，那就是酸碱灭火器。虽然现在干粉灭火器比较常见，但我们还是来认识一下吧。狐狸猫惊讶地说，酸碱灭火器是那个会喷出白色的泡沫跟二氧化碳的灭火器吗？原来这也是使用酸碱中和的原理。那酸碱灭火器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小树蛙回答说，一般的酸碱灭火器使用的组合是工业硫酸和碳酸氢钠水溶液，两者混合之后，除了有我们知道的水跟盐类以外，还会产生二氧化碳，另外也有盐酸跟碳酸钠的组合哦。狐狸猫突然想到之前的经验，说我还想到一个例子，上次去露营时，我不小心被蜜蜂叮了，那时爸爸叫我把伤口泡在尿液中做紧急治疗。小树蛙点点头说，没错，这就是利用弱碱的氨水来中和昆虫的乙酸，以达到舒缓疼痛的效果。但是如果伤口严重的话，还是要去医院给医生检查治疗哦。狐狸猫点了点头说，我知道，各位同学也要注意哦。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。酸碱中和会放出热量，使溶液的温度升高，酸碱中和后会生成水、盐类以及热量。最后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，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土中掺入适量的石灰或碳酸钙，让酸性过重的土壤变成良田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